好，我们说香格里拉会谈呢，每一年非常重要的一个防务会议，目前正在进行当中。而董军，也就是对岸的国防部长，现在在这边的演说讲话非常决绝，来听听他怎么来谈两岸关系。中国依法处置涉台事务，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外部势力无权干涉，遏制台独，确保其图谋永无得逞之日。谁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好，其实不是只有这一段哦，因为他在讲完演讲之后呢，会后还有一个对谈，也就是回应对话的时刻。那个时候呢，他又再一次谈这个台湾问题，然后呢，主持人有打断说，其实还有这个所谓的乌战问题，他马上跟他讲说，等等，我要把台湾问题先说完。显示着这是他的重中之重、核心问题。他讲完话之后呢，马上谁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登上了微博热搜。其实所对比的是，也有在演讲的 Austin 的相会演讲上面呢，他也特别提到了，唯有亚洲安全，美国才安全。但是他痛批的是对岸不守规矩的在军演，他觉得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在这一场会议上头呢，连泽伦斯基都来了。那印太的盟友呢，当然就是大家讲的是纷纷聚合，包括了美日印澳啊、美日韩啊等等等。那这一些东西呢，基本上现在就对岸看来，他认为这个叫做亚太版的北约，感觉啦，整个太平洋有一些的纷乱跟骚动。中美防长其实在这一回是有对话的，谈了70分钟。但是您看看这标题，很多人认为他们是叫做谈崩了，原因是因为呢，虽然谈归谈了，可是到底有没有真的很直接的共识？因为现在谈到两岸，谈到台湾，好像就是剑拔弩张。但是呢，吴谦的讲法，也就是对岸的国防部发言人说，有谈啦，总比没谈来得好。Austin 的讲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可能是他们在谈完之后确定了，两方呢会恢复所谓的沟通联络，也就是那个热线呐，希望未来大家电话能够接起来，不要说打过去之后有看到没听到。好啦，舌战现场呢，这就是美国的印太司令跟中国的前驻美大使。原因是因为呢，这个帕帕罗还有崔天凯在另一场会议里头，对于亚太地区是不是需要威慑，也展开了舌战的激辩。当然啦，帕帕罗意思一定是说啊，我们是不是有更多和平的方式啊？不要每一次都用威慑这样子来作为保证等等等。好啦，那崔天凯就直接讲了，说这些都叫做工具啦。如果对方是可以合作的话，那基本上存在差异，也不需要太多的威慑啊。彼此之间讲的是什么？他们讲的可能是跟菲律宾问题有关系，因为崔天凯在暗搓的是不是说是在没有任何的外部势力之下，事情可以很好很和平的进行，那就不需要有外部的人员进来，在这边再加一只手。小马可是在这次的相会上面，特别是开幕酒会的那场演讲，其实讲的也是蛮直接的。他有特别提到了中非的南海对峙有可能会触及红线，也就是说呢，如果有一个菲律宾人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生命受到了威胁，或生命真的就因此没了，那就叫做他们的红线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大家也在问小马可是说演讲的时候，为什么频频的提到美国呢？大家就想说，提到美国，提到1次、2次，那可能因为你在讲一个区域嘛，提到11次，到底什么原因？小马可是没有回答。但是呢，他在这场演讲当中没有提到的是中国。虽然大家都知道董军坐在下面，他话都是在跟董军讲的，但他就是没有提到中国。好啦，中方怎么样来看这些呢？他认为这个叫做美国帮菲律宾背书啦。那他觉得啦，这个南海的情势上面，基本上大多数是商船，50%的商船，1/3的海上贸易都是在这边，美国也在这里跑嘛。那到底什么时候不自由了？他们想问的是，美国一直强调了他们在所谓的航行自由，是真的有道理吗？菲律宾现在这一些涉及南海的言论，中方想要问他，先回答4个问题：第一，谁在违反规则？第二，谁挑起事端？第三，在东协以外另起炉灶搞小圈圈的又是谁？到底现在
在中非之间，很多人在意的是那个仁爱礁，也就是坐滩在那边的那一艘军舰。现在呢，基本上还是有看到有人在里面运东西，特别是在运建筑方面的一些物材的时候，大家想问的是，有没有可能中国真的出手啊？因为现在有看到了一个照片，也就是说呢，说是在仁爱礁补给空投补给的时候，船上的人员是持枪指向中国海警的画面。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表示说真的有开战的可能性？原因是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啦，在这附近呢，基本上现在中国的海警船在这边是不停的绕着，那军舰啊等等，它也是会在这附近，只是都还没有真正的出手。如果连枪都拿起来直指对方，那这个意味就大不相同。回过头请教一下介大使，您怎么样来看？像香格里拉会谈，这个是每一年都会开的防务会议，但是话怎么讲？在这个防务会议上，等于就是一个宣示作用，那态度很重要。董军这一次其实是再一次的把两岸之间的关系画出一个红线。这一次董军的讲话是历来大陆的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会议里面就有关台湾问题讲的最强烈的一次。我稍微比较一下好了，就是说他的前任这个魏凤和也在同样的场合。他说，任何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大陆分裂出去的话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绝对不惜一战，对，不计代价他讲到这个份儿。然后李尚福呢，虽然他当大陆的国防部长任期比较短，可是他也在香格里拉会也讲过同样的话。他说他是有三个他说任何这个人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话。他说，中国大陆的解放军他说不会有任何的迟疑，不会有任何的不畏惧任何的结果，也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他都要粉碎台独的图谋了。那这个大概就是前面两次从李凤和到李尚福魏凤和到李尚福，他们对台湾问题的讲的方式那这一次这个。董军讲的就8个字，更短，可是呢，这个力道是更强。他讲说，他说任何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大陆分裂出去那必将招致粉身碎骨、自取灭亡的结果。所以这个粉身碎骨，我们在中文里面这大概已经是最强烈的一种表达方式了是。那自取灭亡。所以我觉得他不只是说什么外部势力、内部势力他这个是对所有试图分裂中国大陆、把台湾从中国大陆分裂出去的人所讲的。那粉身碎骨这个是非常强的。那另外我也看了董军在这一次在香格里拉这个会议里面的演讲，他花了蛮多的篇幅讲台湾问题，讲的是比过去他的前两任讲的都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对董军目前。他担任大陆的国防部长来讲，他显然把台海的这个未来的可能发生的这些冲突是他最重中之重，所以他讲话的时候讲最多。那他在后来在开放提问的时候那么很多有大概几个问题董军大概都是集中在台海问题，所以他别的问题是还没有答，可是大部分时他都讲都在重申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他也特别提到台湾内部情势的发展中国大陆对这个情势的研判，那还有就是说做好的准备。我想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站上都可以看到董军的讲话了，那非常清楚所以从大陆我觉得不管台湾现在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从大陆的这个负责军事的部门的负责人把目前台海的情势看起来是非常非常严峻。这个我想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认知的。我们认为没有有人认为这个台海这个维持和平几十年如何，可是呢，事实上目前这个状况是对比之下，这是3年以来最严峻的一次。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一次香格里拉会议里面中国大陆事实上是用全球的战略来对抗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而且他基本上认为。这个亚太是属于亚太国家的亚太，这个域外国家跑到东亚来闹事事实上这边是动乱的根源
我想这是跟美国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别。所以美国的奥斯汀就讲了，他也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啊，亚洲安全，美国才安全。是这个说起来好像很那个，可是问题就是说，你为了美国安全把亚洲搞得不安全，这是对的吗？我们想要请教一下李正杰将军怎么样来看？其实这次香格里拉会谈其实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在形式上或者是说实质内容上面都非常重要。总共有45个国家参加，那当然最重要的是中美2个大国。现在来讲不可讳言，这2个国家来讲是全世界属于第一、第二这2个大国，不管在经济体或者军事实力上面都是2个重要的国家。那这2个国家见面，这次来讲，我们很明显看得出来，就是奥斯汀有求于中国的国防部长，急着要跟董军来见面。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前天他还在开刀了，还在膀胱不知道什么事情开刀。之前他不是因为开刀，然后住院，这个没有跟他部属都没有讲啊，大家闹了一阵子，说美国你怎么会这么重要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开刀，这个全身麻醉啊，万一如果有什么状况，没有人指挥。那次开刀到现在还没有好，他才刚开完刀2天，他就赶过来要跟董军见面。所以说这次来讲，代表美国为什么那么急呢？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从这个气球事件之后，中美2国军队是完全不再联络的。所以这个我们看出来，奥斯汀把握到这次机会，虽然说刚从病房开完刀出来，也急着要赶到新加坡来跟董军见面，当面讲清楚。那第二个，我们看一下这次座谈来讲的话，中美2个国防部长他们见面原则上原来定的时间是1个小时，就是60分钟的座谈，后来谈了75分钟，表示他们很多东西必须要把话讲清楚。但是我觉得就像是我们刚刚这个文字电视稿上面所讲的一样，事实上双方来讲，最后就是说这个谈到最后可以说是谈崩了啦，谈裂解，因为中国底气现在比美国还大。就是你现在美国来讲，你现在应付俄乌战争、应付以牙冲突，你自己美国要应付大选，事实上你是有求于我的。所以中国这时候讲话底气特别重。他除了董军，除了在台湾问题上面来讲，他特别提醒说是，你如果说是叫台独要分裂出去的话，粉身碎骨，对不对？这个自取灭亡之外，他也警告菲律宾。我跟你讲，他对菲律宾用什么言辞警告呢？他说，我们中国对南海问题来讲的话，这个南海的侵权问题。已经这种还有挑衅的行径，我们虽然说百般的克制，但是也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跟你菲律宾讲出来，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是有限度的，人的耐性是有极限的哈。所以说尼泊尔还有3分土性嘛。那菲律宾现在在干什么事呢？第一个大家知道是这个仁爱礁他那个马德雷3号军舰坐滩的事情，他现在还在先民礁也在搞这个事，搞这种类似这种活动。他用了2艘军舰在那边当做一个浮动码头，也是站在那个地方不走了，40几天都不走了。所以中国来讲的话，他就说我们现在忍耐是有限度的，那你现在走不走？那你说南海争端来讲的话，这个美国虽然说一再强调自由航行，问题是说你自由航行对商船是没有影响，但你不能一天到晚开着军舰到人家的国土里面，到人家领海里面去耀武扬威啊！就像我们家前面那个马路，你不能每天开个战车来，然后炮口对着我，然后你说我这是战车自由航行、自由通行，你不能这样讲。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双方来讲，中国态度很明显的这个底气很硬的跟美国来做一种答话。那请教彬哥了，因为每一次相会，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来到这边，那当然了，美国他就会找他的盟友一起来这边讲一讲嘛。那可问题是，这一次好像越来越看到中方他讲话是真的蛮决绝。我觉得这次董军这个讲话，其实就是针对赖清德520演讲，因为我觉得对大陆来说，他们可能觉得台湾的局势非常不稳定，有快速向台独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所以他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宣示。所以刚刚谢大使有提到，他用词非常的激烈，那跟过去完全不同，表示他们也认为可能性是迫在眉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警告意味是非常强烈的，也就是在告诉赖清德不要轻举妄动，你美国也不要想着帮赖清德去实现台独，这是不可能，解放军一定会立刻做出反制。所以你会看到这次的相会呢，大家各自有不同的心思，比如说美方啊，跟甚至一些其他西方国家，可能就是期望中国大陆在俄乌战争上面是不是能够做一些保证。那中国大陆就是为了他要解决台湾问题，你台海这边绝对不能动，任何人都不要想要帮助台湾来去走向独立。那还有一个泽伦斯基也跑来了，他就来希望这一些国家能够帮助乌克兰，可是我看他的希望大概是会落空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各怀鬼胎啦。那可是这一次他们说，因为一开完会之后，他们就在讲说，这一次中美之间的会晤是
这个叫坦率而专业啊。什么叫坦率而专业呢？我稍微翻译一下，就是双方其实一开始大概就吵，都非常坦率，就直接告诉他，对，直接告诉他我的目的是这个，就是这样。那你要不要接受？结果显然双方都不太能够接受对方的论点，所以就非常专业的结束了这个对话，就是这样。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唯一的共识就是以后中美之间的军事对话机制还要保留，就是那这个其实对全世界都是好事，因为这两只大象打起来可真的不是玩的，全世界都会遭殃啊，所以他们一定要有一个联系的机制。那可是问题来了，问题在南海这个地方。到底是谁对谁错？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上一次中俄的舰队到离阿拉斯加还100多公里哦，美国就出来查。那请问一下，那里是公海，你为什么那么紧张？所以你今天亲门踏户到人家这边来去作威作福，然后就叫人家要让你自由航行。请问一下，美国你的道理到底在什么地方？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继续来说了。好，欢迎回来哈！在今天呢，很多人也在看到这一件事情，就在太空上面所发生的事。嫦娥6号呢，现在成功的在月球背面降落，而且呢，即将要开始挖宝了。什么意思？降落在月球背面的一个艾肯特盆地，这个是月球表面上最大、最深、最古老的一个盆地。那甚至呢，它的深度是比马里亚纳海沟都还要来得深的。现在呢，因为降落在月球背面的这个难度呢，基本上是蛮高的，所以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当中，最重要就是要能够把月球背面盆地里面土壤带一些回来，让我们能够理解到底呢，它这里面有存在什么样的一个矿质物质，让我们对于未知的世界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这一次基本上呢是一个欧中合作啦，可是在德国眼中，他们看起来，他们担心的是不是政治还有存在的隐忧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怕说这样子会不会又让中国又取得了一些讯息？但是因为是欧中合作嘛，所以带回来的土壤呢，现在这一些东西，所有的研究数据都将对等共享。好，对比的是什么？对比的是美国，其实他们现在一直在讲，包括了前一阵子 NASA 总长啊，他们就在讲说，不能让中国先上月球啊，不然他们就会说这里是我们的啊。他们其实也很积极在发展，看到了波音星际飞机第一次的载人飞行，但是在发射最后一刻说是喊卡之后呢，至少在延后了24个小时。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现在说可能跟这个电控系统会有些关系，所以还在排除这一些的问题。其实呢，在太空站的这个部分，近几年来讨论非常非常的多。美国的看法就是，现在中国呢，除了说有这种科研的部分跟欧洲有合作之外，最让他们害怕的是跟俄罗斯的合作，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叫做恶意行为啊。他说呢，这个东西就是你看到了。包括前一阵子，俄罗斯他们认为他是发射了一些有攻击性的卫星啦，等等等，这个都对于大家在讲的太空战争的那个担忧，其实是与日俱增的。也看得到美国近几年来不断的在提升太空军的预算，凸显的是他们的重视，因为他们一涨呢就涨了将近有2倍之多。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会大力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看到了中国说有所谓的太空飞机，所以呢，让他们对于这一些中方到底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包括现在如果跟俄罗斯合起来，他们卫星或者是他们的攻击卫星等等，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美国是会害怕的。而这一些呢，基本上对于拜登政府来说，现在就要选举了，强力的抗中是必要的，原因也在于跟选票有关系，抗中有票。而最近呢，也看到了他跟川普之间2个人就川普的已经被这个定罪，然后呢，到底会有多少的刑期等等等，是不是会造成势力上面的此比消长？好。他最重要的票仓呢，现在说失血10%，为什么大家都要投给川普呢？最主要在于没有大学学历的选民当中呢，他流失的支持度是最高的。还说呢，这一次就算川普是恶霸，也要投给他。的原因就在于，现在很多人在美国其实对于以巴战争、加沙走廊这场战争，还是存在有非常不满的情绪。但你来看到就是在纽约了，纽约呢现在
传出，他们呢有很多的亲巴抗议者是攻占了布鲁克林博物馆，甚至在哥大校园这边扎营，持续的在呻吟巴勒斯坦人。那这些东西，川普这边当然极力的喊，我当总统，各这事情根本不会发生。拜登这里呢，则是希望赶紧把这一股势力给压下去，所以近期他也推出了一个所谓和谈的方案，还说有4个步骤。可是这一些呢，基本上以色列方纳塔尼亚胡还是坚持要消灭哈马斯才肯永久停战。换句话说，拜登讲的第一案你就完全不同意了嘛？那如果这样，还有得谈吗？回过头请教一下介大使，您怎么样来看？其实呢，除了说在中东这边局势的变化之外，现在嫦娥6号成功在月球背面登陆，其实这对于美国来说，他们是很在意的。其实这个中国大陆的很多次这个声明，这个都是用科学探测的这个角度哈。我想人类追求这个科学的发展哈，还有对于这个未知的太空哈这种探索是一种很自然的。你自然有这种能力哈，有这种国力的话，那这个一方面你是征求这个增进人类对这个未知领域的这个怎么样这个知识哈，另外一方面也在展现这个国家发展的这个一个能力啦。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如果要看你从什么角度看，像美国看什么都是他自己的，别人都不能去碰的，对。那能不能去碰的话，太空是大家的，谁都可以去，对，你有能力就去。月球也不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有些国家就是觉得好像，美国人去就是世界人类的一大成就，那么中国人去就有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啊，这些偏见啊，我们自己要看清楚啊，不要受了西方人啊，一切都从西方人，尤其美国人的观点来看事情啊，这个在西方人角度来看，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很荒谬的。科学是大家的，科学的这个好成品是大家。那这个过程中，中国大陆事实上是跟这个欧洲的这个所谓航天士机构啊，是密切合作的。那没有让美国参与，那原因是美国很早就不让中国大陆参与任何美国的这个航天的这些探索的这些行动。那所以这一次中国大陆它事实上。不管是这个空间站，还有这次的探月的这个所谓采回来的月球背面的这些样品啊，它都会跟欧洲分享。那所以我看到说德国有这个讯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小报的讯息哈。德国整个在这个欧洲整个他们这个航天事业哈，他们跟中国大陆合作也是很密切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说，其实。这个在60年代的时候，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的这个中协调之下，就签订了有关太空使用的这些国际公约。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则就是太空非军事化。第二个，太空也不能够作为什么样各地球上国家当为自己领域把它占为私有的这样子的这种作为，这是太空法的基本几个原则可是大家都这么说，可是有一个国家在川普任内，就是川普啦，就是美国，在川普任内，他公然成立了一个军种，叫太空军，这个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国防武力的角度嘛，这是明白违反了国际和平使用太空的公约的基本原则而且你是公然违反你所有的和平使用太空，你过去你还可以说，可是你成立一个军队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一直这样在讲别的国家，我觉得美国最值得检讨，就是说为什么你要成立这个兵种？你当时也是制定太空法的一个国家，你怎么会把太空当作这种所谓的这种战争的一部分呢？那你把军事力量投射到太空，这其实不要解释了，你就是明明白白这样做了，那你还有什么好批评别人的呢？想请教一下厉正杰将军，你怎么样来看呢？其实人类来讲，对月球来讲充满了好奇哈。我们从中国的神话，这次的名称叫嫦娥，它下去那个飞行器叫玉兔，
就知道说是其实远古时候大家对月亮都充满了好奇心。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看月亮永远只看到正面这一边，我们背面永远看不到。为什么？因为地球自转跟这个月球绕着地球公转来讲的话，它是同一个时间，所以说我们永远没办法看到月球的背面。那这次来讲的话，那中国是用什么技术可以到月球背面来降落？其实这难度非常高的，它就叫有一个中继卫星叫做鹊桥。你看这名称取得多好啊，牛郎织女中间联系的叫鹊桥。所以鹊桥2号，因为鹊桥1号是这个嫦娥4号第一次登陆月球背面的时候用的，叫鹊桥1号。这次特别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发射一颗中继卫星鹊桥2号上去，然后它要到一个点，到那个点叫 L2，就是那个点上面来讲，它可以同时接收月球背面跟地球做一个通信联络，那一天可以联络20个小时，这种联络才可以把这个登月车放下去哈。那我特别刚刚影片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段。它这个下去哈，这个玉兔下去的时候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月球背面来讲的话，我们看不到到底这个登月器下去的时候会碰到什么样的地形，我们不晓得。所以你看到它会有一个在空中大概100公尺悬停的时间，你看就是这个镜头悬停的时间，然后它照相。这1秒钟，它要照300-400张照片来选择下面有没有坑、有没有洞。如果有坑有洞的话，你下去就陷到那个洞里面去了嘛。所以这个悬停就是一个很高深一个科技的技术，然后下去以后再钻探。那大家要知道，这次钻探对人类来讲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因为月球背面来讲的话，土壤跟这个月球正面的土壤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很多的它被这个陨石撞击都撞到月球背面去了嘛。那边的土壤听说是40亿年，然后正面这边的面对我们地球这边的土壤大概20-30亿年，所以土壤相差很多。那土壤里面的含有的成分也相差很多。听说它里面的成分有些是可以做成这个核融合的原料。那在这种状况来讲的话，以后就可以做一个就是人造太阳，就有可能成功。这次来讲的话，这个嫦娥登月来讲，其实不是只有中国去了，因为意大利也有个激光反射镜，欧洲的空天局也有负离子探测器，法国也有氮气的探测仪，那巴基斯坦也有立方体，所以它等于是说，中国这次去等于是将这个科技跟全球跟中国友好的国家来共享这一份的成果。是，请教彬哥。其实中国大陆的这个登月的工程一直在很稳健的在推进，然后它一方面跟欧洲这边合作做科研，另外一方面也在不断的增强自己的技术。那就当然目的还是要把有太空人送到月球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系列的发展。那你相比之下可以发觉，中国大陆不照进，它就慢慢来，我不会急着一定要怎么样，就一步一步推进。那可是美国最近这一阵子好像就经常共估哦，包括波音也蛮惨的。你一般民航机出事，连个太空飞机也有问题，所以波音真的是有点流年不利了。但是太空这种东西就是急不得，你每次只要一照进，就很容易就会失败。那最近其实因为电磁波又增强，其实对很多的航天器都会产生变数，所以我觉得就是仔细的去研究，把问题找出来，再慢慢改进就好。那当然，你说未来会不会有太空战争？我觉得这几乎是肯定的，因为你美国会去思考中俄会不会在发展什么太空战争的技术。实际上，美国自己也在发展这个技术啊，所以你不能说只有你可以发展，别人都不能发展。你发展就是维护世界和平，别人发展就是狼子野心，这个说法不通嘛。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在发展，就看谁的技术发展的比较强就是了。那只是现在看起来，对中国大陆在太空飞机这一块，好像它的进步也蛮大的，因为它去年就已经发一次任务就发了6个物体出来，到目前为止不知道那6个物体是什么东西，只知道他们都会发出讯号来。然后这一次他又投放这个物体呢，据说它的讯号跟上次投放的，因为他们有被 ABCDEF 这6个东西呢，国际之间的区域平衡，现在在香格里拉会议里头可以展现什么样的各种的选边或者是区域的风险呢？加拿大国防部长就在这个会谈上面会晤了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他也特别讲。跟董军会面的时候，提出对外国的各种干预形势很担忧，包括加拿大要选举了，还叫中国不要去对于当地的选举，包括当地华人跟公民做行动吗？因为在加拿大5月3号曾经公布了一份报告，说当地2019啊、2021啊大选里面都有外国干预选举的行为吗？
那结果当然他说没有影响到大选结果，不过北京当局是否认这些指控的。这场会谈里还有澳洲，澳洲的角色是什么？国防部长他说，希望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尊重商定的规则跟规范。还要透过对话来根据国际法解决争端。当然呢，解放军的发展速度，他强调是说双方互动会更频繁呐。几十年来啊，这个海域的安全开展符合国际法的活动，会越来越受到解放军的质疑吗？那美国警长、副警长在这个当地所造成的影响，接下来有的军事对话非常的重要。美中当然还是火药味很浓哦，虽然时隔了18个月，总算在当面面对面见面，但几乎互动被形容是零互动，互动很少哦。Austin 美国国防部长说，亚太仍然是我们的优先作战区，唯有亚洲安全，美国才能安全。所以在这个对话里头呢，美国国防部长Austin 他特别讲，印太地区在如今安全上面有了一个新的聚合，形成更强大、有韧性、有能力的伙伴关系。所以看到会上很多国家在他的美国伙伴里都发言，来类似围堵中国或者是怀疑抗中这样的角色大陆副参谋长就回应了，他说：“美国盯着打着促进地区合作的旗帜，结果实际上呢，却是把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通通排他，成为一个俱乐部，让一个个的小圈子融合成所谓的亚太版北约，所以他当然会加以抗议刚刚讲到我们的国防部长其实很担心要接美国，人家 AIT 打电话给他等等，人家美国国防部长是要干嘛呢？他是希望董军接他电话，意思是说，他要告诉董部长如果有紧急情况来的时候呢，我一定会接电话，我希望对方也会这么做，因为如果断联的话，美中连电话的沟通在国防这么重要的系统上断联的话，就会是全球的灾难。所以美中关系是晴雨表吗？香格里拉对话，这个是一个分析媒体认为叫做这个美中两国的论剑擂台这种香格里拉会议上互动，几乎是美国跟中国关系算像那这样看起来是晴还是雨呢？只知道两位部长总算同台面对面了，但这些对话跟内容还是比较没有正面太多的论述或者是对话的空间，各说各话，各自陈述。当然，刚刚亮哥已经讲了，泽连斯基也出现在这个会场，大家很惊讶出现来干嘛呢？他告诉大家说，发表演说，争取国际继续支持、继续给钱抵御俄罗斯之外，还在社群平台 X 上发声。他讲了一个重点他6月15号、16号要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跟亚太地区也要争取支持之外。强调说，现在他很感谢美国已经同意援助乌克兰武器，干嘛？攻击俄罗斯的边境？因为过去美国是反对这个武器，乌克兰境内做保护自己的使用之外，去直接攻击俄罗斯的。昨天有个消息传出来，那泽连斯基特别在这个会上。感谢美国这个目标往前迈向一步我们可以保护住在边境村庄的人民，那是告诉俄罗斯说，美国已经可以让他的武器攻到俄罗斯境内了。接下来会不会产生更大的风险呢？北约秘书长就说，还要军援乌克兰吗？他说每年至少还要再挹注1.4兆，他呼吁32个成员国都要分摊这可是大钱，不是小钱。每年台币大概1兆4100亿，这么多，大家都还付得起，还愿意付吗？匈牙利总理奥班说，战争不会一步到位，而且是会分为讨论、准备、什么摧毁3个阶段所以欧盟跟北约现在处在什么阶段？准备吗？北约、欧盟准备要进行对俄罗斯的开战了吗？距离摧毁只有几步之遥，所以像泽连斯基特别赶到这会上去公布的这种消息，是不是对北约也是一记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吗？亮哥怎么看？事实上，那个香格里拉跟还有德国那个慕尼黑这2个安全会议都是美国布局啦，就是希望能够团结他在各区的盟友嘛，那放一些话，寻求共识这样那你可以看到去年那个慕尼黑安全会议，那王毅都变成主讲人了他们对全球南方、欧洲显然有不同的看法那亚洲更是如此嘛，你除了菲律宾之外，东南亚国家没有人愿意站边嘛，这非常明显。那美国在主的，当然大陆是用小北约啦，我不认为啦，事实上它是有共同防御的条约的叠加啦比如说把日本、韩国拉进来啦，那澳大利亚拉进来啦那印度没有正式进来因为印度跟美国它还是不结盟国家那英国那么远，在这边能干嘛
所以我认为不成气候了。所以为什么反而你常常会听到 Austin 那边紧张，说亚洲这边如果发生紧急情势，你要接电话、你如果那么优势，你还需要这样吗？我坦白说啊，我认为第一岛链这一边，美国根本就已经没有办法有效的来掌握这里的情势了。这个当然包括中国大陆在第一岛链的军力的崛起了，包括作战舰、航母，还有各式各样的导弹跟比如说歼20啊、隐形战机等等啊，美国已经有点 hold 不住了啦。哦，那 hold 不住。所以有一些你如果发生了紧急情势，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这已经发生很多次了、比如说上次美国跟韩国要在黄海那边演习，结果差点被人家包饺子啊，结果一下就赶快离开，已经很多次了啊。那日本后来钓鱼岛，比如说大陆的军舰常过去，那日本干脆就降低它巡防的次数，没看到就好。不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这样老是深攻警戒，因为他知道中国大陆又不可能真的去打钓鱼岛哦，跟台湾不一样嘛。所以我坦白说啊，我有时候在看这个，我常常会觉得，当美国的印太司令是最倒霉的缺了，因为事实上你并没有优势，前场要吹牛讲大话，这个跟他们在欧洲那个优越的一个态势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可是 Stoltenberg 坦白讲也 hold 不住，因为他今年就要卸任了。那以他目前讲了说，每年要给乌克兰400亿欧啊，4000亿吗？是不是400亿啦？400亿欧元，400亿欧元，400亿欧，我认为不容易啦，不容易啦。美国算一算，大概已经给了1100亿嘛，可怕。2年下来了，你要叫欧洲无底洞这样一直填，事实上坦白说了，那个匈牙利那个奥班讲的才是实在话了，就说真的会打起来了因为乌克兰真的如果不打到俄罗斯境内，他已经不知道怎么防守了，他等于是要拉大战场嘛，那逼俄罗斯部分的军队回去回防嘛，不然他打进来，你地面部队人不够，军备不够，你怎么打？你是被将军然后美国现在也是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也非常害怕乌克兰撑不到11月那这个如果万一卡尔科夫真的是溃散，那这个战场真的就完了，瓦解了可是目前发展的局势刚好事与愿违，对美国期待的刚好相反。以色列、美国希望你赶快结束，他说可能还要再打7个月。乌克兰他希望你打到11月，越看越撑不住，所以拜登现在头痛得很啊。虽然说川普刚判有罪这个民调对拜登稍微有利，可是后面的这2个战争的局对拜登都很不妙。所以美国居然同意他送给乌克兰的武器用去打俄罗斯境内的时候，这影响会是什么？难道俄罗斯会就算了吗？他会默不作声吗？当然不可能，大家都很怀疑，不可能嘛。所以持续观察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对不起，现在是左老师，抱歉，我以为是要新闻报时间。左老师怎么看呢？如果以这一次的这个战场来看，俄罗斯有可能缄默吗？或者是在香格里拉会议可以达成什么结论吗？在香格里拉要对于俄乌战争达成什么结论，我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毕竟就像刚才亮哥讲的，这主要是美国的主场嘛。那这个里头我们看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说这些国家都这个逐渐松绑，就是说这武器可以打到俄罗斯境内。可是我的这个问题当然反而是相反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国家要设定这样子一个条件呢？就是说不能攻打到乌克兰境内，因为俄罗斯已经打到乌克兰，就是说他援助乌克兰武器不能打到俄罗斯境内。这个自我设限本来一开始其实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俄罗斯打到了乌克兰境内嘛，你这些国家，你既然要援助乌克兰，然后你又说你这个武器不能够打到俄罗斯境内，那当然就乌克兰就绑手绑脚，因为他的这个国家的人口，它本来就是比俄罗斯少很多，它本来军力就比俄罗斯弱了很多，然后你还这么绑手绑脚，然后你居然说你要跟乌克兰站在一起，然后你说一定要让乌克兰打胜。这个其实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个理由其实反映的正好是美国以及整个欧洲对于乌克兰这个战争，对于乌克兰这个防卫战，它实质上是什么呢？是
没有一套很清楚的战略，这个才是所有问题的一个核心问题嘛。那当然，现在看起来，下一步乌克兰要能够撑住，可能就要靠欧洲真的要派部队到乌克兰去了。那现在看起来，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这个波兰都有做这个准备啦。那法国也已经说是也在那边蠢蠢欲动啦。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真的是下一步他必须要考虑的一件事情啊。那当然也要看整个俄乌战场的局势，乌克兰能够撑得多久了。如果乌克兰很快就撑不住了，那大概也就不用再去讨论这些事情了。我觉得反而比较大家最关注的，可能还是在董军跟这个奥斯汀的这个会谈。那董军跟奥斯汀会谈呢，其实就是自说自话嘛。但他们两个唯一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两个都说要谈。哦，其实因为他们你看谈了几个重点，我觉得大家一般报道到第一个讲到台湾问题嘛，第二就讲到南海问题，这是双方大概最多讨论的。再来一个就讲到大陆跟乌克兰之间的大陆跟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关系。不过有一个其实是很关键的，就是关于美国在菲律宾的这个飞弹系统。那这个其实董军有特别在这个会谈的时候有跟这个奥斯汀有谈这件事情。当然大陆其实对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反应非常大的，就是非常非常不满的。但是大陆目前为止做出的这个实质的行动，就关于这件事情的反制，其实还是相对有限。所以董军在这个时候把它提出来。但是我觉得看到这里，我觉得反而是让我们觉得有一点觉得难过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你看，美国跟中国大陆两个双方立场南辕北辙，但他们还是可以谈，而且不断的升级，而且频率越来越高。最近就在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台海附近演习的时候，还有所谓的海事磋商，但是结果呢，我们台湾到现在为止，就是赖总统就是善恶二元对立，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找到方法去跟对岸展开对话。那这样子台湾的情况当然是很危险啊。第一个，你完全是由别人替你谈；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两边发生擦枪走火的几率是越来越高。我觉得这个是让台湾一般民众真的是要非常担心的地方。因为老师在香格里拉会议里头，其实董军跟奥斯汀其实没有直接对话，两个人就算同场也没有什么交集。对，因为事实上这一次的话呢，是疫情之后非常重要的一次。就是这个大陆的这个国防部长董军是新的嘛，然后这个奥斯汀的话呢是旧的嘛，然后他们事实上这次香格里拉对话，刚刚大家讲了很多，这是美国的场子，其实这里面真正重要人物只有这两个了。对啊，这其他人都是像什么加拿大讲说你不要干涉我选举，这个就是屁话了。这个我一直对这种事情很怀疑嘛。事实上我认得的中国人很多人喜欢去加拿大，怎么还会什么接受他的什么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讲起来就是乱讲话。那澳洲的国防部长也是乱讲话，因为他们地位不重要，都学那个泽伦斯基讲一些让大家觉得能够引发重视的话，跟那个小马可是在那边讲的话。但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所有中国代表全部穿军装，没有例外的。然后呢，美国代表的话呢，我没有看到军人啊。那这个说明了什么事情呢？我其实在留学的时候，我是参观过北约的。北约里面的话呢，我觉得我在的那个时候啊，80年代的时候，北约的那个所有的接待的人呢，他们驻比利时的大使都是军人啊，那个真是雄赳赳气昂啊。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没有这种感觉。这一次的话呢，我觉得事前的时候，大陆没有认可董军会参加这个会议都是无可奉告，一直到最后要决定去的时候，然后中间呢，开会的过程当中讲的就是台海跟南海的问题啊，对不对？其实讲的就是在咱们这里嘛，对吧？还有菲律宾的这种情况。然后第三件事情的话呢，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的奥斯汀态度非常非常的，应该说是谦卑再谦卑了。为什么要这种态度呢？就是说你千万不要不接我电话。我们这边刚好也讲，我们国防部长讲说又要接到什么 AIT 电话什么的。但是呢，这个奥斯汀他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我对于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尽量要维持沟通所以我觉得左老师讲得非常好就是说你这个基本上的话呢，我必须坦白讲，外交与国防是同一回事，本身不要搞这种零和游戏，你知道吗？你应该就是说。也不要嬉皮笑脸，也不要说是这个要打死到底，你要替自己维持一点弹性中美之间谁不了解他们之间是拼的你死我活，这个又竞争又小院高墙又什么风险的，对不对？大家都了解，但是呢，沟通的管道不能停止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目前为止两岸之间的话，通通把所有的筹码交给美国，看美国处理了。我跟你讲一句良心话，你光看香格里拉对话的整个过程，故意的摆出这种阵仗来，让你了解到，我绝对不怕你。大陆根本就在这个自己的主场上不怕美国，这种情况下，美国心里不能够掂着点嘛？他已经非常明白，所以才会讲出这种结果。请大家注意一下，这是香格里拉对话后产生的结果。是，接下来把焦点看到太空嘛，太空大战，各国尤其是中国大陆近年崛起之后，给了美国非常大的压力。最新嫦娥6号成功已经在月球的背面降落了，他们的形容词叫做即将在这个月宫的背面做蟾宫挖宝啊。那当然，这个所谓的挖宝是降落到这个月球背面，是人类的史上的一个记录。虽然上次有曾经软着陆过，但这一次呢，将采取比较长的时间。用来作为月球背面这个岩石的采样，还有各种的迹象的探勘之后，才返回地球任务。2019年曾经做过的这个软着陆之外，进阶的这个做法可能会有什么影响呢？当然，大家讨论都很多。嫦娥6号对于全人类吧，已经不是单一的国家的影响。可能是非常大的一个进展，欧洲也非常乐见。为什么这一次算是中欧一起合作的？嫦娥登月令人兴奋。德通社是德国之声是这样分析的：嫦娥6号带的很多台来自于欧洲的科学研究设备，科学家对此任务寄予厚望，希望把人类文明很多不知道的地方，关于月球甚至有其他的太空发展的可能性，在月球这里找到一些人类所未知的答案。而尹锡悦韩国也发好语了，他说呢，韩国我们也要2032年我们要去月球。2045年要登陆火星，这个是他在出席宇宙航空厅开庭仪式讲的。那这个办法有没有做到？真的可以引领韩国的这个太空开发的领域到前段班去吗？因为规划的金额是很高的，2027年把航太预算扩大到1.5兆韩元以上，那航太领域要100兆以上，这样的规模，这是2045年才能做到，培养1000家航太企业。但说真的太空竞争也不是那么容易，这个钱恐怕也是杯水车薪，永远不够的所以当世界首颗的木头制的卫星要上到太空去，这是什么呢？日本人研究发明，才10公分小啊，它是很小的一颗木质的卫星，也就是说全人类第一次做这么小的木头做的卫星哦。这个叫 Linostar， 预计要在9月要上太空。那当然是跟着美国的火箭先上了太空之后，回来的时候回传资讯之后，它可以因为是木头制的关系，直接被这个高温所分解，就不会担心有落下各种的这个残留物影响到地球的研究的关系啊。那当然这个还有很多考验，包括温差啦、强度、韧性有没有办法承受啊。但太空领域真的是要有一定的国家的能力跟资源才能到。民间呢，100亿富翁他也做了，这是日本人。他说呢，登月计划确定取消。这个照片是看起来不是在101哈，它是在哪里？它是在外太空，坐在火箭舱里面，背景就是地球的外面的这个太空的画面。这张照片一登的时候，当时引起好多这个日本的粉丝的追随，因为这位是日本知名的服饰电商 ZOZOTOWN 的创办人。他这个创办人就很在乎这个太空计划，他很有钱嘛，所以还花了巨款跟 SpaceX 合作，自己上过太空去玩之后，还说要跟 SpaceX 合作，叫做太空船 Starship 要研发，预计2023年过了嘛，要带8位各国艺术家去做绕月的行动，结果因为没办法做到，就取消了。当然，其实花了还是很多的钱跟经费，所以在太空竞逐这一块，很多的这个专业的科技在里头。例如美国波音的星际飞机，也是一个重要美国的很关键的技术，却发生第4度延期。它不止平常的民航机出问题，连波音太空船的星际飞机都出现不明的技术原因，首次的载人飞行今天又喊停了这是6月2号发生的事情，发射任务至少还要再延后24小时，所以是在倒数不到4分钟的时候停止的。发生什么机械的问题呢？不知道。现在这个接下来观察说有没有办法在顺利重新启动的时候再来升空发动，而波音的民间一样，飞机也面临很大的挑战。6项品质监督标准都不合格的情况之下，737 MAX 出了那么多问题，在全球现在已经被说美国联邦航空局表明了，
通通都不准再继续增产跟量产。那甚至最大的工厂还传出恐慌模式。怎么说？因为呢，机械师描述公司手忙脚乱啊，只急着要去灭火，把乘客担心你公司飞机安全的这个问题去解决，所以以至于没有人去关注787型飞机生产线还有存在一个巨大的缺陷。那波音他还是会讲说，波音啊，你必须看着镜子说我们错了。那怎么针对这些关键的巨大缺陷去做改变？他说内部没有太多人关注，只关注舆论啊、灭火啊，问题是安全没有办法维持，怎么办呢？所以美国司法部这里接见了空难死者，一共有40名的死者家属，5月31号到华盛顿去陈情。他说要求要起诉波音，因为这当中的安全关键因素没有办法获得解决，所以不只是民航，还有太空，在美国关键依赖的波音，现在也产生了很大的问题。看看亮哥跟中国大陆比起来，这个进驻的脚步啦，还有这个投入的资源进展，真的差很多。我这个嫦娥6号，因为它是在月球背面嘛，那如果它能够跟地球做正常的通讯，那这种技术是人类从未用过一大步，因为它不是正面联系，它还要绕过去，所以它还有一个装置啊，让它可以收到讯号啊，而且它要待53天，那要取回当地的月壤，就是当地的土壤的样本嘛，啊，所以美国就很紧张啊，因为不知道会挖到什么东西啊。当然，美国不用担心说人家去破你的局了，说你好像没有登月，这个倒不至于了。1969年我是亲眼看，不过就是说他会带回来什么材料，你不知道，是不可知。对啊，而且因为很多人盛传说，月球上面的可能有一些稀土啦，那也在地球是非常贵的，然后在月球是很普遍的啊，那也有一些稀有的气体啦啊，那他一定会采样回来啊。那美国谁叫你那个沃尔夫那个条款你自己不删掉啊？你就是不能跟中国合作。对。哦，结果这次有欧洲人去了。对啊。所以我坦白讲都要花蛮多钱的，阿联酋也有啊。我记得阿联酋是花了6亿美元。顺风车去方便多了。对，那美国 NASA 估计他如果要重新启动登月计划，大概要花差不多200到300亿美元呐。那美国是算还有一点基础的。所以尹锡悦这个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啊，说他大话，不要讲因为我刚刚帮他算了一下，1.5兆韩元是多少美元，你知道吗？多少？不到11亿。对啊，我正在想这个，不到11亿美元，可以，就是10点多了，10点多亿美元。那韩国你又没有这种基础，美国是登陆过月球，姑且信以为真啊，而且已经结束很久，50年了。可是他还是不断的在探勘火星嘛，等等。美国都认为他要登月计划，还大概要花个200-300亿美元。那你韩国一年只要10多亿，到了2045年100兆韩元，我算了一算，大概是60几亿嘛，60几亿的美金啊，你这样就登得上去啊？还要去火星还火星，这个是不是跟那个金正恩说他要登陆太阳差不多？就是。他还有火星，而且他还没到他就卸任了。对，反正以后跟蔡英文一样嘛，不关我的事。不能连任。不，我难以想象了。这个我相信韩国人大概没有人相信。不过他会因为这样发展出一些航太企业，当然是有可能的。但这样的这个培养金额是非常巨额的，有办法做到吗？像这个嫦娥6号就是一个跨人类文明的重大的一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国大陆的嫦娥6号今天已经登陆到了月球的背面，这是人类文明很独特的一刻。可是韩国马上喊了，我们也要2032登月，2045要登火星。周老师，我特别注意到，就是说韩国最近啊，它其实在2022年它发射了这个火箭，那它是全球第7个
自己研发火箭、自己发射出去的这个，就是它的火箭科技全部来自于自己，然后它也成功的发射出去，第7个国家。前面有这个美国、法国、中国大陆、这个美国、法国、俄国、中国大陆、印度、日本，所以它是第7个。那我觉得其实看了蛮感慨的，为什么呢？因为韩国每年它的经费大概都是4-5亿美金，也就是台币大概120、150之间啦，台币120亿到150亿之间的经费。那但是我们呢？我们投入这么多，我们的经费，我觉得做一个类比好了。我们的绿能产业，按照这个我们政府的预算里头所看得到，从106年到111年，我们每一年投入大概是160亿台币啦，就是比韩国这个投入太空经费还要再多一些。那我们得到了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马上就来了嘛。就是说人家投，你是说绿能吗？对，我们停电啊，台湾我们投入这么多经费投入在绿能之后，我们台湾得到什么样的产业发展成果？现在在讲所谓的那个风力发电那个大的那个奖，那个发电的那个奖，就是它的那个设备要国产化，还在谈国产化，然后还在根据这个标准去选择我们的厂商，到现在还在这一个阶段。但是人家用了这个同样的经费，人家发展出来他们太空产业，第7个可以自己发射。所以你相信他真的有办法这个经费发展？我觉得不管如何，他们成功发射出去了，这已经不要说以后了。他们现在2022年，他们已经成功发射出去了。他们跟我们的太空产业是差不多同步发生的，同步进入的。而且美国对他们当然也是有限制嘛。那最近才比较放宽它的限制。原来限制是说你的这个射程啊，你的发射器的射程，它有一定的这个上限。那最近因为北韩的这个威胁越来越大，它开始放松。但整体来讲，它有这个远景不说，它有做到一定做到一定的成果。那我觉得我们看到别人发展，我们其实也可以想想自己。台湾以前我们跟他们同时起步这个太空产业，但我们现在没有自己发射的这个火箭，没有自己本土研发的火箭了。那同时，我们其实在同一时间，我们政府最骄傲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绿能产业。结果绿能产业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本土的这个产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认为台湾产业也有成功的地方，比方我们的半导体。可是我们其实，尤其是民党政府，我认为有一个盲点，就是太过自满，总是觉得他们的产业政策发展得很成功，我们的半导体全世界都要靠我们，因为我们有半导体，中共都不敢打过来。我认为这种自满跟骄傲，其实往往就种下了这个失败跟这个就是不足的这个恶果。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值得我们大家看到南韩应该要警惕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韩国中国大陆的嫦娥6号正式登陆到了月球的背面，那要采集的很多的资讯是跟欧洲人一起合作的。苑老师怎么看呢？感觉好多名词都好熟悉哦，好有亲切感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月亮的背面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现象，因为有一个名词，我最近跟我学生物理系学生学的，叫做潮汐锁定啊，就是说我们永远看不到它的背面不可能看到它的背面，就是不晓得为什么了哈。很多人的话呢，我们常常在聊，但是呢，我现在讲嫦娥4号就已经到了月亮背面啊，然后呢，嫦娥5号在月亮的正面，好，如果说背面叫负面的话，那正面呢已经挖取了很多的重要的泥土。那这一次的话呢，就是要嫦娥6号要到背面去挖取泥土回来，待的时间非常长啊。那么当然引发的遐想非常多啊，大家就是问到说，月亮如果说是没有任何的这种风吹雨打的话，难道美国原来1969年登月的迹象在哪里？这大家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基本上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重要的什么呢？重要的是登月这件事情，它具有国防。因为你在月亮的话呢，你要这个导弹下来，那还得了啊，对不对？然后另外它有经济，刚刚亮哥提到了，你那个挖那个土当中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材料，这个材料现在科学发展非常重要。还有第3个重要性的话呢，就是实际上科技的证明啊，自己的能力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想到从嫦娥一路下来，将来嫦娥7号